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随意选择性别样貌，甚至可以做到足不出户游历天下。而要做到这一切也非常简单，只需购买一款中意的仿生人，然后带上一件轻便简易的设备，就能像控制自己身体一样控制它。而发明这一仿生人的科学家凯特博士是一名残疾人，他在14年前为残疾人发明了代行工具，但因为其逼真的触感和强大的便利性，这项发明一经出现就立刻风靡全球。这项伟大技术的出现，使犯罪率达到人类有史以来最低。然而，看似繁华的盛世，实则隐藏着致命的危机。这天夜里，一对刚刚在酒吧认识的代理人男女出来厮混，就被一个自然人凶徒盯上了。因为他们是代理人，所以不害怕。逃跑途中，凶徒又酿成了一起惨烈车祸。联邦调查局的人来调查，才知道芯片被毁，根本查不到控制者。而美女代理人的操作者，竟然只是一个200公斤的中年肥佬，并且已经七窍流血而亡。与此同时，男代理人的尸体也在千里之外的大学被人发现，其死状也和肥佬完全一样。局长立刻下令隐瞒消息，并且同时要求葛探员赶紧破案。葛探员通过查看男代理人的芯片，发现凶手除了是一个自然人之外，就只能大约看到那件武器的模样。而就在这时，男代理人的身份也被查了出来，他居然就是凯特博士的儿子小凯特。凯特博士作为代理人的发明者，地位举足轻重。2位探员来到博士家中调查，凯特博士表示自己和上大学的儿子远隔千里，所以时常让儿子使用他的代理人，以此来完成父子之间的互动。虽然此举是重罪，但凯特博士对此毫不在意，他的身份地位足以让他免受指控。鉴于小凯特并没有招惹是非，葛探员推测凶徒的目标或许不是小凯特，而是博士本人，因此才会被误杀。没有从博士这里获得有用的信息，他们又来到 Visa 公司寻求技术帮助，但 Visa 公司店大欺客，坚持认为代理人哪怕粉身碎骨，也不可能对使用者造成危害，全然不顾葛探员出示的证据。法务部的美女屡次打断谈话，终于让葛探员忍无可忍，直接回怼美女。接着2人搭乘电梯来到技术部，技术部的工程师仔细检查芯片，却只能看出它是在一瞬间被烧毁的。不过工程师也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军方。1个星期前，军方送来了一卡车损坏的军用代理人，他们身上没有弹孔，没有爆破伤害，却唯独少了眼球和芯片。这种症状像极了被烧毁的代理人。难道这起凶案还牵扯到军方？他们来到军方驻地求证，这里正在进行荷枪实弹的演练，其炮火连天的场景宛若真正的战场。一个代理人士兵不小心被榴弹击中，幕后操作者立刻被迫中断连接，接着又连接上另外一具代理士兵，继续战斗。将军抽空接见了2人，他极力否认军方有这种可怕的武器，随后草草打发了他们。好在警局这边传来了好消息，他们查到了那个自然人凶徒的信息，他是一个惯犯，但是每次都会被释放，这引起了调查员的好奇。有一个能量非常大的人在照他，为了找到这个凶徒，2人来到信息部，很快找到了凶徒的位置。然而这个位置却相当敏感，尽管现在全球98%的人都是代理人的忠实用户，然而仍然有极少一部分人认为这项技术是反人类的。他们呼吁政府制定反代理人法案，并且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人类联盟，拥护一位名叫先知的人作为领袖。人类联盟得到神秘大佬的资金支持，与政府分庭抗礼，在世界各地成立保留区。保留区内的人类崇尚自然，过着身体力行的生活，并且绝对禁止任何代理人进入。而凶徒此刻疯狂逃窜的方向正是那里。警方连忙同时出动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务必要在他进入保留区前留下他。快到保留区边缘的时候，凶徒总算被前后堵截，不得已只好拐向旁边的巷子。走投无路的凶徒连忙掏出那件可怕的武器，接着就又发现了盘旋在空中的他们。葛探员及时断开链接，幸免于难。然而驾驶员却被无情的烧毁。凶徒见追兵已经被全部解决，连忙向人类保留区跑去。而葛探员虽然再次连接上代理人，但飞机还是径直撞上了保留区的建筑。葛探员从废墟中起身，环顾四周，发现并无人员伤亡，而他自己的右臂已经整个断掉。谁知他却径直来到自己的断臂前，一脚踩住，然后拿起自己的武器。很快他发现了凶徒逃窜的身影。凶徒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东躲西藏，来到一个废弃的集装箱里，掏出武器想要反击，可这玩意短时间内似乎不能连发。而葛探员此时也已追了上来，凶徒只好再次出逃，但毕竟是血肉之躯，凶徒最终还是没了力气，只好停下来求饶。他让凶徒把背包扔过来，然后用单臂开始翻找。保留区内绝对禁止任何代理人进入，哪怕是正在执法的警察也绝不例外。直到这时，葛探员才终于有空处理自己的伤势。而在另一边，以为万事大吉的凶徒也在睡梦中惊醒，贤之正在带人搜查他的家，问其武器的来源，凶徒也回答不上来。而在另一面，葛探员也因为伤势严重住进了医院，但他的尽职尽责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奖赏，而被局长暂时解除职务，并且在职位恢复前不再给他配备新的代理人。但尽管如此，葛探员也不想就此妥协。这时皮探员过来探望他，2人虽然已经共事多年，但真正见面却还没有几次，一时竟有些不敢相认。多年没有真正走出家门，葛探员只觉得世界竟然如此陌生。皮探员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就带他去到一个代理人商店，想先购买一款民用代理人暂时用着。然而连接上代理人的葛探员却突然对使用代理人充满了抗拒。他快步走出商店，想要继续侦破那件凶杀案，找回那件可怕的武器，并拒绝了皮探员主动提出的帮助，再次孤身来到人类保留区。然而他才刚刚进入高墙，就发现他的代理人被挂在高处，供所有人观赏。葛探员在保留区找到凶徒，但他此刻正在被先知火化。仪式结束后，葛探员又马上去找先知，但他才刚一出现，先知的追随者就认出了他是警察，二话不说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揍。葛探员没有理会先知的调侃，诚恳地向他打听那件武器的下落。那件武器非常可怕，绝对不能流落在外。然而先知却称自己并不知情。一无所获的葛探员郁闷地走在大街。正在这时，一个半大的青年邀请他上车，他是凯特博士的另外一个代理人。他提醒毫无头绪的葛探员，那种可怕的武器绝对不可能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科研机构就能研发出来的，线索似乎再次指向军方。当天夜里，已经暂时被革职的葛探员再次来到警局，通过警方内部的网络调查，发现国防部确实曾与 Visa 公司有过合作。此时的葛探员不知道，隔壁充电桩里的皮探员已悄悄睁开双眼。就在几分钟前，皮探员家里突然潜入了一个神秘的代理人，他翻阅了皮探员近期的所有记忆，然后就开枪射杀了他。次日一早，先知立刻召来2名追随者，非常郑重地拿出一个箱子，让他们交给联邦政府里的皮探员，而箱子里装的正是那件可怕的武器。显然他和被替代的皮探员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他们的阴谋也足以颠覆整个代理人社会。谁知战火刚一打响，先知也在混乱中被流弹击中，居然就是一个代理人，而这个真正的幕后操控者竟然就是发明代理人的凯特博士。而在另一边，潜伏在警局的皮探员也在警方的财务报表里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资料，立刻带着资料来找葛探员。凶杀案的真相就已经呼之欲出，局长早就被 Visa 公司收买，而那个凶徒其实就是警方的线人。葛探员找到局长当面对质， Visa 公司因为某种原因要杀死凯特博士，于是就把过载器交给你，而你又派出凶徒暗杀博士，却不小心误杀了他的儿子。局长直接来个死不认账。不过葛探员早有预料，掏出匕首刺入他的后脑勺，然后迅速取出他的记忆芯片，然后用他的瞳孔认证，登录网络，插入 U 盘，拷贝局长所有的私人资料。完事后，他想若无其事地离开警局，而皮探员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两人连忙驱车逃离警方的追捕，皮探员就立刻向警局透露他的方位。车祸发生后，皮探员拔掉 U 盘，接着拿走装有过载器的箱子。直到这时，葛探员才明白皮探员被调了包。皮探员捡起铁器扔了过去，被葛探员堪堪躲过。一番对峙下来，葛探员撞上了路边的代理人。此时信息部的门外，局长已经重新链接上了自己的代理人。然而才经过几句简单的交谈，局长就惊讶地发现，这个皮探员的操作者居然还是凯特博士。而在另一边，葛探员也飞快地来到博士的住处。他本意是来寻求博士的帮助，然而他很快发现博士就是最大的幕后。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收看港风港影，我们下期再见。